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圆桌骑士，我是子定。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扶摇会客室的扶摇，还有这个靖远开讲的主持人唐靖远老师。我们今天继续和大家聊伊朗话题，因为我们知道伊朗这个战争，其实在过去这一个周基本有点进入尾声，双方主要的这个角力点就是和平谈判。但其实，在临近周末的时候，就有一些突发情况，因为其实川普传递的信号一直都是比较积极的啊，就包括说是这个，首先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10天的这个停火，它是很有可能是延期的，所以就是我们可能不会看到大的这个战争的升级，像之前那种狂轰乱炸啊，像美国冲进去救人啊这种情况，短时间内大家可能看不到了。但关于和平谈判呢，川普一直说，就是说这2天就是说关于伊朗的高浓度的这个浓缩铀，那最新消息是美国方面表示，伊朗就是说就是答应了美国开出的条件，就是说愿意把浓缩铀转移出海外。当然这些条件有的说法不一，有的说就是说伊朗暂停浓缩铀20年，有的说可能没有这20年的条款，就是永远不浓缩铀了。包括这个在今天我们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也短暂的达成了这个所谓停火协议，所以这个伊朗方面也释出信号，说是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但是到了晚间比较晚的时候，有一个突发情况，就是说伊朗的这个议长也是首席谈判代表，就是卡利巴夫，他在 Twitter 上，当然这个账号可能不是他本人管理，但可能也是和伊朗官方在管理，就是说他就写了几点出来，就是让大家很惊讶。这个截止我们目前节目播放时候，这个推文已经有接近200万的观看量，所以他其实有很大的影响力。他说了什么呢？首先说了这个川普说的这几点其实都是错误的，他说了 false， 都是不对的。然后又说这个美国在战场上无法赢得的东西，我们在谈判桌上也不会轻易的放弃，就类似这样的语言。然后第三就是说，这个关于核协议，他们还没有说我们要放弃浓缩铀，包括霍尔木兹海峡，他也没有承认说完全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可以看出，现在双方好像情况和我们想的有些不太一样，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这个问题。好，女士优先啊。目前感觉这个卡利巴夫突然说这是刚刚晚上的时候发的是吗？对，2-3个小时之前。卡利巴夫应该说是和美国这边的一个谈判人。如果说美国和伊朗可能会有第2轮谈判的话，如果说他在会谈前给出这么一个就是说喊叫的话，其实我觉得是在给自己争夺一些筹码。然后你提到刚才说这个浓缩铀问题要转移到国外的问题，这个之前川普总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是说，不是5年，不是20年，是永久的。当然这只是川普这边单方面的一个表态，所以究竟是不是双方达成了一个协议？但是川普既然是这么说的话，而且他可以公开的这么讲，他的态度又很乐观，我觉得很大程度上还是比较可信的。就看和谈最后双方的博弈到底是伊朗能拿得多少他想要的这个东西。总体来看的话，目前川普是急于想达成谈判，他劝以色列这边对于黎巴嫩甚至都停火了，这个是以色列非常想要趁机把真主党给干掉的。对，那这个时候川普让以色列都可以做到这一点，应该说川普是下了很大的一个决心，就是要让这个谈判达成，就战争终结，我们就打到这里了。我觉得川普是有这个决心要这么做的，所以他也有这个信心，所以他才会说出这种话。但卡利巴夫这种喊话，我觉得他的怎么说呢？威胁性比较大，但是它的实质作用我还不敢那么确定，因为他革命卫队还有这个议长也好，他其实一直都是喊话的，他的喊话有多大成分你要去听，他有很大一部分也是给国内看的嘛，你这个革命卫队还在看你这个谈判怎么样了，就像中共是一样的，他需要去喊话去给这个打鸡血，所以我并不认为他的这个喊话就代表有那么大的成分说美国可能会妥协，或者说是美国说的不起作用，我倒不这么看。对。他这个首先第一个就是川普今天出来发了好几条推文，他其实凡是跟这个谈判有关的，我数了一下是11条这个贴文。11条贴文里面呢有7条，就是卡利巴夫他提到的这个，他说他的7条这个声明什么的7点都是虚假的，都是错误的。那这7点其实我们把它给做了一个归纳，你就会发现。它就跟3件事有关，
就是这川普今天出来很高兴的宣布的3大成果，对吧？第一大成果就是那个以色列和对，当然离以协议是吗？对，就是黎巴嫩和这个就是以色列已经停战，而且他反复强调，他说这个跟伊朗这边谈判是没有关系的啊，这是我自己一个人搞定的啊，他们至少是已经停战是10天了等等，啊。这是第一大成果。第二大成果就是你说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川普发了好几条推文说这个海峡。首先是说海峡已经完全打开了，因为这个海峡已经完全开放了，是伊朗自己承认的。是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齐自己在他的官方账号上面，他自己出来发了这么一段话。这也是我为什么刚才说，就是说卡利巴夫他的那个话，你要信一半或者说是少一点，因为外长发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了，革命卫队那边又喊话，就是说他没有，或者说今天革命卫队还发了推文，就是说啊，外长发了这个话，他是在国营的电视台去有这样的一个表态，就是说外长发的这个话，现在伊朗内部非常混乱，就是说他现在伊朗其实也是在内斗当中的，外长这个表态可能也没有达成一个妥协或者说是共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现在可能是各方也在内斗当中，有点那种感觉，所以差不多，所以究竟是卡利巴夫这个内容这7条，我觉得他可能很大程度上其实都只是在跟美国这边在喊话的感觉，或者说他是在试图破坏谈判成果。卡利巴夫应该是谈判的，对，他是谈判的首席代表，这个首选这个种子选手啊，是吧？头2选手。我倒是这么看啊，我就是觉得说，我接着刚才说，我说，川普他发了好几条推文，是吧？说海峡开放了，然后呢，后来又接着又发说海峡不是说是临时的。是叫做永久的，是这个是开放了。然后呢，他当然就很高兴了。然后呢，说我们甚至说我们和伊朗我们在联合已经在开始排雷了，就是清除那个水雷，就是对手一下子已经就变成盟友了，一起在开始为和平这个清扫障碍了。然后呢，这是第2大成果。第3大成果当然就是那个核的浓缩铀，对吧？这个东西它是直接说的是把我们那个B2那个轰炸机所轰炸的，它叫做核尘埃，核尘埃其实就是被埋在地下那些浓缩铀嘛，或者我们可以把它给拿出来，而且不但是要转移出来，全部转移到我们美国来，他说的很清楚，是转移到我们手里来，而且我们美国还不付1分钱，他还特别不是点名批了嘛，他说那些说什么假新闻，这个他后来发了一篇那个贴文。批这个《纽约时报》说这个CNN 这些都是假新闻等等，我们不会付钱的，是吧？我没有什么不会有这种事儿，这去给他们说多少个亿等等。这3大成果呢，现在关键是最微妙、最奇怪的是，刚才你说卡利巴夫，至少在我看来，川普你要注意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哦，就是川普他是怎么把这3大成果给搞到的呢？因为大家会觉得有点突然哦，是吧？一下子怎么突然出来的3大事全都谈成了？而且川普在接受 CBS 采访的时候，他自己说，他说是伊朗几乎答应了我们所有的条件，对，答应了我们所有的要求。然后呢，是可能大家就看到是那个参议员叫做格雷厄姆，就是林赛格雷厄姆，对，他说不是爆了一个料吗？他说爆料其实是川普总统自己去谈的。说川普亲自，他说这个还不是川普，他不是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他是亲自上阵，自己这个撸起袖子、披挂上阵上去谈的，而且是在前几天，川普直接和伊朗那边打电话，在电话里面直接就跟他们谈判，而且谈判时间还比较长，谈判的过程之中，双方还争得很厉害，甚至到什么？他说川普真的是拍桌子对着对方吼叫。甚至他还提到一个细节，他说川普把嗓子都吼哑了，嗓子都嘶哑了，就是你不是吼一会儿一句2句，可能是相当长的时间一直在跟对方大声的吼叫，是吧？最后敲定了，他说，然后呢，这个格雷厄姆他特别爆了这个料，他意思就是说他当然是就是很佩服川普了，哇，只有川普总统才有这种气魄，是吧？可以压倒对方，把对方怎么你搞定了。他还说，我要是换了我绝对不想去充当在电话另一头的那个人，就是意思就是被川普这么泰山压顶似的，是吧？把你给搞定了。然后他是这么来的。也就是说呢，川普这3大成果，毫无疑问肯定是跟伊朗那边的非常关键的某个重要的谈判对象，是吧？这么来了一番直接的交火以后才敲定了。这个人会是谁呢？我的看法，我觉得毫无疑问只能是卡利巴夫，不会有是其他人。
外长呢？啊，外不可能长好像外长没什么级别不够什么权利。啊，他是外长级别不够，你能够直接跟川普进行来谈的，毫无疑问只能是他们的头号谈判选手、头号谈判代表，一定的啊，否则不会说这边可是总统。按说呢，本来两边对应的，他那边应该对应的是万斯，对吧？卡列巴夫应当对应的是万斯，但是呢，这个我觉得万斯应当是拍不了板。你想，川普拍着桌子跟他对方叫做不能叫做对骂，叫做对吼吧，叫对吼，声音都可以吼到嘶哑。你想是多激烈的这种交锋？万斯有这种胆气吗？万斯没有这种胆气的，至少我看来。万斯绝对不是这种人，说可以拍着桌子跟你吼到嗓子嘶哑，我都一定要把你拿下。万斯其实没有这种气魄啊，所以呢，这个人我的看法就毫无疑问就是卡列巴夫，所以这个就会带来一个问题，说卡列巴夫既然都已经是吧，在川普的狮子吼功夫之下，这个就被这个打败了，为什么卡列巴夫会出来发这么一个声明，说你的起点权他不认了，说白了就是全否定。说川普你发的这些全都是否定的，我们是不承认的，没有什么海峡什么开放，也没有什么这个浓缩铀要什么转让等等，所以这全都没有，啊，甚至川普在接受 CBS 采访，他也特别提了一点，他说他们伊朗甚至都答应我了，答应我什么呢？他们停止支持这些什么真主党海外武装什么这些不，但他换句话说，这可是核心诉求啊，相当于是美国这边的核心诉求，也是以色列的核心诉求。对。意思你听上去按照川普的说法，他们全都答应了，对，怎么现在全都推翻？不，而且不光是卡列巴夫，伊朗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出来全面否认，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出来全面否认，连伊朗总统就是佩泽什基安的发言人，大家都觉得伊朗总统应当是比较温和的，他是主张谈判的了，是吧？比较倾向支持谈判的，他是比较务实派了。他的发言人出来也都否认，而且直接就说的没有什么浓缩铀的转移，连那个什么海峡开放都是没有的事儿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所以在我看来，今天这是非常诡异的，就是完全出现了一个平行世界。我相信川普不可能撒谎的，对，是吧？他怎么可能？而且是这种，这不是撒一个谎，是吧？是撒好几个谎，是吧？这绝对不可能的事儿。啊，而且以川普的性格，我觉得他也不会是这种，他自己公开把它给说出来，所以出现是一个平行世界。这个平行世界呢，我觉得我的判断，川普说的应该是真的，就是他们在谈判这个团队这条线上，的确川普是把对方拿下了，对方至少口头上，伊朗是已经答应了，OK， 好，可以，这些条件我们都答应，但是要注意，他是口头上的哦。因为呢，双方还没有正儿八经的面对，这只是私下里沟通，是非正式的。正式的会谈，你要得到，比如说这个周末是吧？到了这个伊斯兰堡去，双方很正式坐在桌子面前是吧？先开个记者会，介绍一下 ，OK， 然后关门必须谈话，最后达成协议，签字，然后那个才是正式的。距离那一步现在还比较远，至少那一步还没有兑现，对吧？现在还没有官方宣布出来，川普都说可能在这个周末可能就要会谈，但是都没有正式的官方宣布出来，说我们已经敲定了时间、地点、参加的人什么的，全都敲定了，还没有。所以就是存在一种可能，就是伊朗这边有可能是在耍诈啊，我口头上先答应你，是吧？先把这个眼前这点难关先过了，然后呢，到时候可能我会要不认的，或者但是他要把什么难关过了呢？就是我现在答应你之后又反悔，对我而言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川普格雷厄姆他自己今天爆了一个料，他就提到了一个细节，他说他听到川普在这不是在跟他们在吼吗？吼的什么内容呢？川普就吼了一句，说你们再敢跟我玩这种游戏，你就会知道我要对你做什么，怎么地。大概他没有说细节，究竟川普要做些啥。但是肯定毫无疑问，我觉得肯定川普可能威胁的就是这些吧，我炸你电厂，我炸你桥梁，我还要什么炸掉你的什么海水什么淡化厂什么的，这些都是之前他说过的。所以我觉得伊朗他现在这么的一种服软的一种状态，他首先最大的一个难关应当是这个问题，就是他的确有点怕川普要是真是发狠了，我全给你摧毁了，但他这个政权肯定彻底垮台，完全彻底垮台。他也不愿意走到那一步上去。我对此有保留态度，就是您觉得美国如果炸电厂的话，
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杀手锏。他如果这么做的话，会达到自己想要的目标吗？能够这个推翻这个政权，或者是能够促使伊朗？我是这么看的，我觉得川普呢，他更多的是极限施压。我不认为川普他真的是想要去这么做，因为我也不认为，你要真把电厂、水厂啥的全给炸了，那个会出现很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对，我觉得伊朗也明白这一点，伊朗也明白川普只是在施压，他没有多少想法真的去实施，因为川普所谓的最后通牒已经推迟了1次，推迟了2次，推迟了3次，推迟了4次，所以伊朗也知道川普可能不会真的这么做。那如果伊朗知道的情况下，这个极限施压它其实就失效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川普最后真的不会，他哪算真的去打击，他可能也是很小规模的。你可以从川普一系列动作看到，川普是想今天立刻马上结束这场战争的。对。那所以我个人认为，川普打击能源设施的这张牌在伊朗面前是没有用的。但是他也可能还有其他的牌。比如说他在封锁的基础之上，他可能还有，比如说他去轰炸哈尔科岛，甚至于真的出动地面战去夺岛，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不排除的。他毕竟现在已经都基本就是美军呢，已经基本是部署到位了，他不会是这一点啊，我的判断就是以我对川普的了解，他把这些都是地面战的部队是吧？无论是空降兵还是海军陆战队什么，全都给派过来，他就是初衷就是要打地面战的。在这种背景下，如果说伊朗真的是就横到底，伊朗觉得拿死了你川普，你肯定马上你就是想要3下5除2结束战争，你就好回家了，是吧？我就拿住这一点，我就死活跟你扛到底，就像那革命卫队似的，是吧？革命卫队现在就是腔调啊，我们不怕战争，是吧？我们继续打呀，看谁耗得起，是吧？你真要这样把川普逼急了，川普真的我觉得不排除他要打地面战的，真的不排除。所以川普是干得出来的，虽然他是大多数情况下他是在给你做这个极限施压，但是你真的是一点都不退让的时候，他是真的是做得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在哪儿呢？就是伊朗这边他们并不想真的走到彻底的完全对抗的撕破脸的那一步上，因为现在伊朗不光是军事的压力很大，它经济上其实压力更大，是吧？它经济上可能撑不了多久了，它还能撑多久？按照佩泽时间的那种说法，被这个伊朗国际给爆出来说，他们最多还能撑3周，这已经过去1周了，最多还有2周，是这么一个概念。所以呢，我觉得伊朗他们现在的确是有迫在眉睫的这么一个危机，他需要度过，他如何来度过呢？只能够是通过这种谈判的方式，我先可以答应你，这是一种可能啊，我是说，一种可能，我先答应你，然后他肯定会提出来，你看我海峡我也开放了，我这个浓缩铀我也答应你了，浓缩铀什么，甚至包括这个什么不支持这些恐怖组织，我也都答应你了，你是不是得给我这个开放这个解禁我的资金啊，解除对我的制裁啊等等，他现在是等你下锅啊，他已经基本是到了这种山穷水尽的这种程度了，这是一种可能。另外一种可能呢，就是我就只能够说，这可能是伊朗的内部，就是他们这个谈判的本身已经促成伊朗内部发生了某种就是裂变，它的分裂已经走向公开化了。就是谈判系统的这批人，卡利巴夫也好，是吧？阿拉格齐也好，包括那个总统也好，他们觉得我们危机已经是罩顶了，再也撑不下去了，赶快是吧？先能够达成协议，先缓解这危机，否则全垮，马上就要崩溃。但是呢，那帮就是强硬派，就革命卫队的那一批人，他们是不干的。那批人是死活要打，因为那帮人是属于他们那种叫做末日宗教，他们那个宗教叫什么？是末日宗教的狂热信徒。他是有那个东西的，他觉得我们崩溃就崩溃，崩溃了这世界末日，要的就是这末日，就是要末日来了才能把他们那个是叫做什么？他们那个什么先知所谓的把这个召唤出来，才来能够来这个整个重置整个这个世界。他是那种概念，这种人你是没办法用理智去衡量他的，你用正常的逻辑，你会觉得你们这不都疯子吗？他就是疯子，他就是不正常的，因为他就是那种极其狂热的那种末日宗教的这种信徒，所以那帮人非要弄到底，所以现在很有可能就是伊朗内部呢出现了为什么？但是这帮人他却掌握着实际的军权，因为他革命卫队啊，军队的那帮这个权在他们手上，所以我就觉得真还不排除
这帮人现在已经都把他们你刚才提到卡利巴夫的那个账号，对吧？那个不一定是他本人在发那些帖子，应当是他的，比如说他的办公室的人，他肯定有一个办公室是吧？或者他的一个什么这个秘书什么的，包括那个总统的发言人是吧？这些人可能没准都已经被革命卫队所控制，所以革命卫队现在不行，我们现在必须只能发出一个声音，不能发出两个声音。川普所出来爆的料，他相当于出来爆料，相当于是把这些谈判团队这批人他们的底牌全都给捅出去了。捅出去之后，那边一看不行，我们只能有一个声音，完全要拒绝，都不能够接受。什么核那个浓缩铀要转移是绝对不能接受，海峡要完全开放，无条件的完全开放绝对不能够接受，是吧？所有这些都不能接受，所以你就会看到出来的就是这么一个完全矛盾的，是一个平行时空的这么一个现象。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是这种情况的话，不出意外的话，在未来的几天，我觉得伊朗的内部可能还会要出事儿，我是这么看。那我们回到谈判，就是说，如果谈判继续下去，比如这个周末有可能会晤啊，也有可能不会晤。那继续下去，在出现这种反复之后，你觉得这个在未来的1至2周内，双方在和谈上的进展会有多大呢？有可能会实现这个会谈，甚至都有可能会真的达成一个协议，签个字。但是我现在的看法，我认为，哪怕达成协议签了字以后，这个协议能不能够真正得到兑现，要打一个巨大的问号。就是协议我可以跟你签，但是我签了协议，我不一定要跟你兑现啊。签了协议可以成为历史文件呢。中共就直接这么干呢，伊朗不是一样可以有样学样吗？我是这么觉得，就是说，伊朗现在想要达成谈判，它确实面临着极大压力，比如说它自己的经济问题。这个是因为，像佩德西奇安，就是也叫佩德西奇扬，他就是说3周嘛，3周是因为它的那个就是油井的那个储存量，它现在已经是过半了。对，它3周之后它就满了，满了之后，如果你再无法去容纳这个油的话，你只能是把那个井给关掉，然后井一关掉的话，那是永久性的，没有办法可以恢复的，对于伊朗未来的经济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说在经济方面它确实有这个压力。另外一方面就是美国这边强硬施压，川普总统是决心要去谈判，然后这个是美国这边是很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决心。另外就是中共那边给伊朗的压力，中共那边他达成了让伊朗这边都已经施压26通电话，王毅的电话让他停火先谈判，第一次可以达成，这次肯定还在持续的施压，因为如果你不解决的话，习近平和川普的见面可能也会被推延，习近平不想再等到这样的一个推延了，因为他需要跟川普去见面，所以中共那边也在跟伊朗去施压，所以3方面的压力他不得不去这么做。和美国这边谈判的务实派，他可能非常乐于去达成这样一个谈判，什么浓缩铀不浓缩铀的，可是问题在于伊朗现在真正去掌权的又是这些革命卫队，革命卫队有一个哈布比营，这是一个吸纳伊朗的这些狂热分子的一个营队，在革命卫队里边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包括哈梅内伊，他以前都是参加过这个哈布比营的。他这个哈布比就是在伊朗的一个非常象征性的这么一个人物，他就是所谓的殉道而去世的，所以就以这个名字来去命名这样的一个营队。那很多狂热分子就已经加入这个营队，而这个营队的领导人现在成为了伊朗的国安委员的这么一个发言人，还是什么一个角色。所以他现在上台了之后，态度就很强硬，他肯定不买这些务实派的这个账。他可能就觉得为什么要把浓缩铀交出去？浓缩铀就是我们末日这个政权的一个把柄，我们就是要靠这个来跟其他的国家做一个谈判的，他肯定不会放手这个。所以现在我觉得伊朗内部是存在着这样一个务实派和革命卫队的一个斗争，就是他们内部的这种纷争已经就是有点就捂不住了。对，所以我才说，就说川普呢，他现在相当于他很高兴，你看发了很多这样贴文是吧？我们达成什么成果了？我觉得可以说他已经搞定了这个叫做主和派，我们这么说吧，是吧？主和派，或者叫务实派也行，反正就是主和嘛，我们跟你谈，是吧？他是搞定了，但是他没有搞定主战派。那帮主战派那帮狂热分子在国内，他现在暂时还触及不到，所以你不搞定这个主战派，在我看来，这个和平协议
停战协议，哪怕是你真的是签了，它究竟能不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我说要打一个巨大的问号，就是原因在这儿。所以这个解决方式就是把革命卫队这些新上来的人可能也干掉，干掉之后，你真的是群龙无首了之后，你才可能让这些人就是主和派，让他们去有一定的话语权，真的是可以有效的。你得让那些主战派的那些人，他们都站不起来，发自内心的知道这个已经没法打下去了，不能再打下去了。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能够让这个主和派去 OK 去谈吧，谈了之后呢，达成一个还可以体面的、算上体面的一个协议，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下来。之前的革命卫队确实是拿了大头在经济方面，可是那些拿大头人可能真的已经都被干掉了。新上这些人，他们可能以前在经济方面的拉扯并没有那么多，他完全就是靠意识形态来主导，不是靠经济来主导的。对，意识形态或者军事。对，我的看法是说，只要主战派在的话，他们的影响力其实是很大的，就是说你和平协议都很难签成。对，然后并且目前来看，就主战派的要求和美国提出的条件之间的差距其实是非常大的，不可能非常大，而且是一致的。对，原则性上出现了问题，所以我个人认为，就和平协议恐怕在短期内很难达成。而且我认为在谈判桌上，目前美国其实并不占优势，因为美国用来施压伊朗的这些东西都是伊朗的主战派根本不在乎的。我的油田停产就停产，你基础设施炸就炸，和我有什么关系？你伤害的是伊朗的百姓。我们换个角度来说，这个中共的所谓3年饥荒死了多少人？文化大革命死了多少人？当权的人 care 吗？当权的人根本不在乎。这些乌克兰大饥荒的时候，斯大林在乎吗？斯大林根本不在乎。对于这些独裁者或者对于这些强硬派当权者来说，平民百姓基础设施被炸，电厂被炸，他根本不在乎，而且他可以把所有这一切推到美国头上，他对内宣传更好宣传。你看，美国邪恶的帝国主义，不仅你打我们就算，你看现在开始打你们了，对不对？你们没有电，这不是我的事儿，这是美国的事儿，对不对？一切问题在美方。对，就是说他对于他对内宣传来说，其实更好操作。所以我个人，而且川普现在非常明确而且急迫地表达出了愿望，就是我要尽快达成停火，我这场战争我不想打了，这场战争结束。他前2天接受福克斯新闻就说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了。对，所以我甚至认为，就是美国的最后一张牌就是军事上压迫。怎么样军事上压迫？美国有这么3个手段，一个是清除强硬派，就是继续定点清除；第2个就是打击能源设施；第3个就是说派出陆军夺岛。地面战，我个人认为这3个可能性，一个比一个可能性小。地面战，我个人认为可能性非常小，因为川普真的是看出来他不想打了。如果你派地面战，我们就说夺一个岛好了，我们不说哈尔科那种比较大的岛，我们就说什么阿布姆萨岛、大小通布岛，这些岛很小。你就算夺了这些岛之后，你怎么去？你要待多久？举个例子，你说60天撤军，我夺下这个岛，我过1个月我撤军，那你向全世界是怎么看的？全世界看到了你就是说你来了，然后你1个月后又走了，你比阿富汗还不如。但是他夺岛之后，他可以把这个岛交给阿联酋来使。对，这是一个可能，让阿联酋请求美国，阿联酋巴不得呢，请求维护和平，这不是战争，这是你帮我们。当然这是可行的，这是可行的。对，但是像哈尔科岛或者是那个。霍尔木兹岛或者格什木岛这几个，霍尔木兹海峡这几个大没有领土争议的岛，可能就没有办法。对于美国来说，打能源设施，我们刚才讨论过，我个人认为，对于川普来说，他是双刃剑，他不会轻易击除。然后清除这个革命卫队，像美国已经打了1个月的仗，他一直在各种清除这个领导人，包括最后实行版就行动的时候，我们知道4架 B-2轰炸机同一时间飞到德黑兰头顶上，向当时伊斯兰革命卫队他们的这个地堡又投掷了炸弹，也清除了不少将军。但是目前至少我观察到的现象是，好像伊朗的这个强硬派就像蟑螂一样，就是好像你清除了又换了一波上来，好像还是那样。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是美国现在面对的一个困境。他需要以人战军。是，这是总之就是现在呢，因为美国和以色列本身他们其实也面临这么一个巨大的分歧，
以色列其实是不想停的，以色列想打，以色列他想要一直打到底的，甚至以色列的那个摩萨德那个局长非常罕见哦。摩萨德局长过去从来其实他这种因为特殊性嘛，他基本是不出来公开说话的。他居然都公开出来说，他说我们有我们的行动计划，我们要打到这个政权更迭为止，我们要把这个行动计划执行到政权为止。你想，以摩萨德他执行什么行动计划，肯定就是清除了，定点清除，搞暗杀。所以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哪怕这个战争停了，但是我们的这种行动，我们一直要把这个弄到他继续到他政权完全更迭了为止。你就可想以色列的决心有多大。但你觉得政权目前看下来有更迭的可能吗？好像已经是在更迭。你要按照川普的说法，他已经更迭了。但是川普的说法不算数。你看啊，以前是哈梅内伊一人独尊，现在哈梅内伊没了之后，他真的就开始变成多头了。对，多头。然后现在是属于政治派和军事派双方在博弈的状态。其实它已经变成了一种动荡，其实已经是在夺权了。不管是谁掌了权，其实它都是一种。就是说政权更迭，你如果是主和派的话，那这可能就是一个对外开放了，未来就变成一个正常国家了。川普给他这样的机会，如果说变成一个极端的革命卫队占了主导，很可能就变成了一个极端政权，然后他就真的也算是政权更迭，然后他可能会面临的就是更强硬的打击，因为他如果是革命卫队占了上风的话，美国和以色列是不会允许的。而且我觉得像现在美国这边不还发动了经济狂怒行动嘛，就是追悼这些像是一些海湾国家也会去提供出来这些伊朗军官的他们的这些就是说金流账户，资金全部都掐断，对，全部都冻结。目前如果一直拖下去的话，革命卫队的这些中部的这些主管吧，可以这么说，他的头头目目，如果说还要再去狂热一阵子，撑一阵子，他可以有这个一个惯性，但是他最终会减速到他拖不动，因为底下的人他真的是没钱。如果经济他真的是供不上的话，革命卫队最后会被拖的打不动他就没有实力，他只能是转向这种，就是说求和派。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的，我不认为发生政权更迭。我举个例子，就是说毛泽东在世的时候是一人独尊，一言九鼎，说了都算。毛泽东死了以后，我们看到有华国锋，有邓小平，有粉碎四人，有一系列政治斗争。然后你可以说他权力从某种程度上分散了。后来是赵紫阳、胡耀邦，邓小平名义上也不是这个国家领导人，但是你能说他是政权更迭吗？我不认为，就是他整个体制在这里。就是说，我认为伊朗革命卫队不是，就是整个伊斯兰政权，它有两个很核心的，一个是精神领袖，另外一个就是伊朗革命卫队。就是精神领袖目前谁呀？发生了现在是谁呀？请问？对，精神领袖被清除了。没有见到的穆杰塔巴吗？穆杰塔巴，就是说精神领袖这一点，美国确实是就是改变了他的影响力，但是精神领袖这个最高领袖依然是存在。从法律上来讲，最高领袖仍然有一定的很高的影响力。另外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就是我认为你伊朗政权如果发生更迭，就是说它整个体制会改变，就是说所谓这个最高领袖这种法律，因为最高领袖是法律政治，政体形式上会有一个变革。对，政体形式上变革，伊斯兰革命卫队不再存在，因为伊斯兰革命卫队它对于伊朗来说，它不只是一个军事存在，而且是个经济存在。我觉得它只是一阵子的拖延到它的这些中上层的这些军官或将领都已经拖不动的时候，它也就自然就解散了。这个革命卫队的感觉，给我的感觉是这样，我是这么看的。我觉得就是川普他说已经发生了政权更迭，他其实他的含义是什么呢？他自己解释得很清楚，对吧？他说，这批人都不是那么狂热了，这批人要理性的多。对呀。他们是而且是就是这批人是比较讲道理的，他们跟那些狂热的那些分子完全是不是一回事儿，就是他们比较世俗化吧，我这么来理解。对。所以我觉得川普他所说的意思就是说，你说卡列巴夫也好，是包括阿拉格吉这些人，他们是比较世俗化的，或者是他们比较务实的，知道说现在呢，伊朗就是过去那条路，过去那种模式已经就是走不下去了，所以他们就是希望改弦更张。换句话说，在川普的眼中，现在的卡利巴夫这帮人有点相当于是委内瑞拉的那个罗德里格斯那帮人，就是这概念，就是走委内瑞拉的模式，他就觉得我们只要把他们给扶持上来，让他们来掌权，
那么这个政权就可以发生改变，它就已经发生了，叫做政权更迭了。它是指这概念。当然，我觉得这概念你不能说，我觉得可以说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它当然不是那种你刚才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政权更迭，改朝就是说改弦更张，它那个体制都彻底的崩溃瓦解。就是中共呢，你可以这么说吧，从毛泽东这个体制变成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你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领导人的眼中看来，他觉得这其实已经发生了政权更迭，因为他的政策啦走向就是更加世俗化了。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毛泽东那个是叫做也是一种极端意识形态，对吧？政教合一的一种。然后呢，邓小平虽然也是政教合一，但是他走向了世俗化或者开放，我们搞这个经济是吧？先赚钱为紧，为这个他就变成这样子。所以呢，这种从这个概念上来讲，你也可以说中共它其实也曾经发生过了政权更迭，但是它那个体制的本身，你要让它彻底的崩溃瓦解，完全变成，比如走向民主化了，是吧？这个是真正意义上从根本的政权更迭，大家概念中的，毫无疑问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伊朗它也是一种极端意识形态来统治的这个国家，而且统治了几十年了，洗脑灌输是吧？这么搞几十年，你要想把这个意识形态完全都把它给解体掉，完全变成就像类似于说回到当初那个巴列维王储是吧？回去执政，走向他们想象的走向民主化的世俗化的一个宗教归宗教，然后呢政权归政权，政教要分开，要变成那样的一种更迭，我觉得不太可能，没有那么乐观，没有那么的快，它可能会是一个长久的一个恐怕得是要多少年？对，我可以理解并接受委内瑞拉模式，因为川普一直想要的就是我在现政权中找到一个可以和我合作的人，然后呢，我可以改变我之前的政策，推行符合美国利益的做法。这就是现在在委内瑞拉或者是多尔西罗德里格斯身上发生的事情。但是我在伊朗身上没有看到我从各方面，我认为加里巴夫的表现仍然非常强硬，而且他并不是在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的方向行动，他还是在和伊朗革命卫队有相当多的这个利益上的重合。川普相信他，关键是，你记得吗？川普曾经专门说过一句话，他说留着他。第一个是留着他，二一个川普他说他们对着媒体说的话和他们对我说的话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们不要去相信他对媒体说的话，你们要相信他对我说的话，他是这个概念，对吧？所以至少看起来就是，当然我说了，加利巴夫究竟对哪个说的是真话，现在还不一定，也许他可能对媒体说的才是真的。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川普相信他。而且川普已经通过他自己的政府的成员都出来放风了，是吧？他们认为加里巴夫是一个很理智的人，很理性的人，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未来的伊朗的这个政府的领导人等等，说明他比较看好他。也就是刚才回到您刚才说的，川普他的确是有点想把加里巴夫复制那个就是罗德里格斯的那个模式，对，是吧？但是我觉得川普他可能就是忽略了一点，这是我不看好的原因，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委内瑞拉它只是一个相当于就是一个独裁政权，它并没有这个极端意识形态在背后作为一个凝聚力，把它整个都凝聚在一起。但是伊朗不一样，对，伊朗它整个这个毛拉政权，它是靠的是那个极端意识形态的把这人洗脑了几十年。你想要把卡利巴夫，就算卡利巴夫我们说，就算他真的是一个比较务实的、比较开明的人，他愿意来带领伊朗走一条不同的路。他能不能够立得住脚跟？因为伊朗这几十年的这个政权的组织结构的形式就是依靠这个意识形态来维系的。你要把这个意识形态把它给抛开了，你自己还能不能活下来，可能都是个问题。那帮人可都是疯子啊！那帮人我说了，他那帮狂热分子一看你居然要想走向世俗化，要把这个精神领袖要撇到一边去靠边站了，那怎么能行？我先把你干掉，毫无疑问的。所以我说就是。川普他如果说真的，我的看法，他如果真的想要扶持这个卡利巴夫来走委内瑞拉模式，他必须要让卡利巴夫，他要给他很多的支持，让他可以站稳脚跟，在这个国内，然后拿到权，然后呢，彻底都能够稳妥以后，他才可以离开的。否则，卡利巴夫根本站不稳脚跟，没有办法，就是去施展他的，就是成为去复制那个委内瑞拉模式。对，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
我们刚才和大家讨论了很多，就是过去几年进展，就是说确实很难去解释这个伊朗谈判代表在媒体前或者是在和川普说话时，他可能有不同的方式或者不同的态度。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伊朗确实和委内瑞拉不太一样。美国在伊朗面对的困难要比当时在委内瑞拉面临的更多。那川普想去复制委内瑞拉的模式，到底能不能成功？那伊朗和平协议到底能不能达成？这种停火状态能不能持续多久？我觉得我们都要持续观察并打一个问号。那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你们觉得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和平协议还需要花多久才能达成？美国最终会不会派出地面部队或者升级军事行动呢？欢迎大家留言，我们下期节目再会。